接下来编织领子，来看成品。领子分为左右两个部分，每个部分都是由主体、钩边和装饰组成。先分别在对应位置挑针，来回往返编织主体。编织过程中，在一侧加针，形成对称的尖角。完成后，围绕主体钩边，最后添加装饰。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领子主体的编织方法。小样针法和配色随机，只演示方法。先来织右领，取出对应配色线，先来挑针作为第一行，将线头打一个活结，织片的反面朝着自己，领部朝上，实际找到后领中心位置，在这个位置扣记号扣，我小样这里位置随机。然后从记号扣左侧开始挑针，右棒针穿入左侧相邻辫子，将活结挑出，调整一下线圈大小，这是第一针。接着挑起左侧辫子之间的洞眼，绕线挑出，这是第二针。继续挑相邻辫子，挑出一针，再挑辫子之间的洞眼，挑出一针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，沿着后领顶部挑针，大致均匀的挑出对应针数。到了右前领位置，挑织片边缘的辫子挑针，每挑出2针，空出一个辫子，直到门襟顶部这一行浮针收针位置前，大致均匀的挑出对应的针数。现在到了门襟顶部收针位置前，这样挑针就完成了，第一行就织好了。将这一行作为领子的正面，接着织第二行，将织片翻面，对照图解编织相反的针法，先织一针下针，接着图解是纽夹针的符号，编织上针的纽夹针。左棒针挑起这根肚线，将线头绕到右棒针上方，然后右棒针挑线圈后方一根线，织一针上针。这个上针的纽夹针就织好了。继续织一针下针和一针上针，
往下交替编织下针和上针，织完这一行。第二行就织好了，继续织第三行。对照纹理编织单螺纹花样，直到最后一个线圈前。现在到了这个位置，织一个扭夹针，左棒针挑起肚线，右棒针挑线圈后方一根线，织一针下针，这个扭夹针就织好了，然后再织一针上针。第三行就完成了，继续织第四行。先织一针下针，然后织一针上针的扭夹针，挑中间的肚线，接着织一针下针和一针上针，往下对照纹理织完这一行。第四行就织好了，往下按照这个方法来回往返编织单螺纹花样，同时每一行都在织片的同一侧加针，形成这样的尖角。全部完成后，用单螺纹收针的方法收完所有的线圈，请看演示。单螺纹收针，也就是通过移动右针来变换线的位置。通常织完单螺纹后，就可以用这种收针方法。我这里是一个单螺纹小织片，先织两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。这个小织片，第一针下方是辫子，第二针下方是横线，因此先织一个上针，再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并挑下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辫子，应该织一个上针。织之前，左手捏住右针线圈底部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下方后穿回线圈，然后织上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横线，应该织一个下针。织之前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上方后穿回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又收好了一针。每次都要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并且织之前都要通过移动右针变换线的位置。织上针时，线在上方，
至下针时，线在下方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还剩一个线圈时，固定并藏好线头即可。这个就是单螺纹收针的方法。这样，右领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左领的编织方法与右领类似，形状对称，在织片反面，从门襟顶部开始，沿着左领到后领中心挑针，来回往返编织单螺纹花样，同时对照图解加针。没有用到新的针法，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对照图解将它们织完。接下来钩边，从右门襟底部开始钩织，取出对应配色线，打一个活结，将织片的正面朝着自己，右门襟朝上，下摆朝右，左手挂好线，右手拿起钩针，穿入织片右侧边缘第一个辫子，将活结勾出，调整一下线圈大小。接着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挑接线位置，钩一针短针，边钩边将线头放在钩针上方包进去。继续调左侧大约位置，钩一针短针，往下沿着门襟边缘钩短针，具体的钩织数量不固定，保持织片平整即可。钩织一段距离后，剪断前面的线头，后面钩织过程中，注意将线头包进去。到了转角位置，钩3针短针，接着继续挑浮针收针的线圈，钩短针。现在到了领子边缘，
调领子边缘的线圈，先钩一针短针，然后钩3针锁针，过渡。挑短针的入针位置，钩2针长针，然后间隔3个辫子，挑左侧第4个辫子，钩1针短针，将这组锁针、2个长针和1个短针看作一组花样。我再演示一组花样，先钩3针锁针，挑下方短针入针位置，钩2针长针，间隔3个辫子，挑左侧第4个辫子，钩1针短针，又一组花样完成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围绕领子钩织花样。在转角位置继续钩织花样，保持织片平整。最后，在记号扣位置钩1针短针，实际继续挑另一侧领子对称钩织花样，然后沿着门襟边缘钩短针。方法与前面相同，我小样就不演示了。全部完成后，钩1针锁针固定，留出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，拉紧，在织片反面藏好线头，这样钩边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制作装饰，来看成品，包括枝条、叶子和花朵。首先来绣制枝条，用轮廓绣的方法绣制，剪取2米左右对应配色线，抽出一股，穿入缝针，将线尾对齐，打死结，先在织片反面缝一下固定，然后实际从领子大致中间靠边缘位置穿出，稍微拉紧，沿着枝条弯曲的方向，距离
1厘米左右穿入，再回一半左右，在线头左侧穿出，稍微拉紧。继续距离这个出针位置1厘米左右穿入，回一半左右，在线头左侧出针，也就是从这个入针位置出针，稍微拉紧。这个就是轮廓绣的方法。按照这个方法，参考成品或按照自己的喜好，沿着领子绣出弯曲的枝条。小样这里枝条的形状随机。全部完成后，将线头穿到反面，打死结，藏好线头。这个枝条就绣好了。接下来用菊叶绣的方法，在枝条两侧绣叶子，剪取一段对应配色线，抽出一股穿入缝针，先在枝片反面缝一下固定。从距离枝条1点距离的位置穿出，稍微拉紧线头，再穿回线头位置，从距离上方大约0.5厘米处出针，将线像这样压在针的下方，将线拉出，稍微调整一下，在线圈外面入针固定，这样就绣出了一条线，往下沿着下方到枝条的距离，向两侧分别绣出这样几条线。这样一片小叶子就绣好了。来看一下成品，叶子是这样3个小叶子，呈品字形排列，
或在枝条两侧分布。大家参考成品，或按照自己的喜好，在枝条对应位置绣出对应数量的小叶子即可。接下来绣制花朵，先来绣这个半开的玫瑰花。绣制之前，先制作花心，剪取一段枝叶同色线，抽出一股，穿入缝针备用。取出一段雪纱带，将一端向内折叠，用针缝一下固定。然后将另一端向后折叠，围绕花心缠绕。边缠边用针缝一下。继续边往后折叠，边围绕花心固定。缝出这样一个花心，剪掉多余的雪纱带，底部再缝一下固定。缝针保留备用。接着取出一段雪纱带，穿入缝针，找到玫瑰花的位置，先从上方穿出，后面预留一节雪纱带，将雪纱带像这样往花心方向折叠。这里雪纱带不要拉得太紧，稍微松一点。从雪纱带中间穿入，稍微拉紧，形成这样一个花瓣。这种针法称为直针叶刺绣。用同样的方法，在相邻位置再绣一个花瓣。
然后从花心左下方穿出，然后取出预先准备的花心，放在这2个花瓣中间，缝几针固定。打死结，剪断多余的线头，接着继续用下方的雪纱带包住花心，在两侧分别用直针叶子绣的方法缝几个花瓣。具体花瓣数量不固定，按照自己的喜好缝出花朵的效果。完成后，在反面打结，剪断多余的部分。这个半开的玫瑰花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绣一个花蕾，用同样的方法，在这个位置绣一个花瓣。然后继续在上方
紧邻的位置，再绣一个花瓣。在反面打结。这个花蕾就绣好了。除了这样半开的花朵，还有这种全开的花朵，从花心向外绣出向外发散的花瓣。注意，这里雪纱带不要拉得太紧，使花瓣蓬松一点，会更自然。具体的花瓣数量不固定，按照自己的喜好调节。完成后，在反面打死结。这个全开的花朵就绣好了。往下按照这个方法，对照成品或按照自己的喜好，在领子两侧对称的绣出对应的花朵。到这里，装饰的制作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缝合扣子，扣子一共有5颗，缝合在左前片门襟上方这几个浮针收针大致中间对应位置。上方这颗扣子上边缘与门襟钩边的入针位置大致对应。最下方这颗扣子的下边缘与身体起始位置大致对应，其余的扣子在中间均匀分布。具体的缝合方法不固定，大家将它们缝合牢固。注意缝合时心形的尖端朝下。最后用右前片对应位置花样动眼作为扣眼。接下来编织袖子，左右袖子完全相同，分为袖边、袖身和袖衫3个部分。袖边用对应配色线，采用英式起针法起针，来回往返编织单螺纹花样，方法与下摆相同。袖身和袖衫编织对应花样，编织过程中袖身不加不减编织，然后在袖衫减针形成弧度。需要的针法都演示过了，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对照图解将它们织完。袖子全部完成后，先采用行与行连接的方法缝合侧面，完成后用到针与行连接的方法将袖子
缝到袖拢位置。请看演示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。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2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。首先找到边缘第1针。边缘第1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。第一种是划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划针，只是划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3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4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1针左侧就是第2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2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2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2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，下方的横线就是2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2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2针。这一列就是第2针，正向线圈。这2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2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划针，同样，这2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1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2个织片上，挑边缘2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
每次挑1到2根。注意，如果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，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2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。例如，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如果针是收针状态，需要与行缝合。针这一侧就挑8字。行这一侧就挑横向度线。并且，如果行数多于针数，就根据情况在适当位置同时挑2根横向度线。如果不需要缝出来辫子效果，就将线拉紧即可。这样袖子的织法就讲解完成了。到这里，这款开衫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
如果大家在编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